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5月4日星期三，欢迎走进一波热点。美联储再次创造历史，所有的目光都将集中在美联储在华盛顿特区结束一场至关重要的政策会议。美联储22年来首次将基准利率提高半个百分点，这是预计在4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中为经济降温而采取的一系列激进举措的一部分。其结果将在中期选举之前对数百万美国家庭和企业以及经济产生影响。今年3月，美联储自2018年底以来首次上调基准借贷利率，上调了1/4个百分点。但从那时起，通货膨胀继续肆虐，创下40年来的新高。虽然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复苏，但美联储更常见的1/4个百分点的加息速度这次可能不会削减。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正在接近专家所说的最大就业。由于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仍在肆虐，食品和能源等方面的价格压力不太可能很快减轻。此外，中国与 COVID 相关的封锁可能会加剧供应链中断，这造就了完美的紧缩货币政策鸡尾酒。尽管0.5%的涨幅具有历史意义，但一些人认为，在价格快速上涨的情况下，需要更多措施来赢得这场胜利。2000年5月，通货膨胀个人消费支出显示物价每年上涨 2.4%， 而3月份消费者物价通胀率跃升 8.5%。虽然经济学家表示通胀可能正在见顶，但通胀下降的速度将是美联储利率路径的关键。本次加息靴子已经落地，问题是美联储下一步行动是什么？市场现在预计，美联储将在未来几个月继续大幅加息，6月份可能会加息75个基点。根据 CME 集团的数据，周三的加息将把联邦基金利率推高至 0.75% 至 1% 的区间，目前的市场定价将在年底前将利率上升至 3% 至 3.25%。自上次会议以来，经济前景恶化，市场剧烈波动。美联储官员更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们通过加息来对抗通胀的决心，这给市场注入了对经济衰退的更多担忧。鲍威尔还可能敦促美联储看到经济软着陆，尽管市场仍将持怀疑态度。美联储这次可能面临与以往同样的困境，即在通胀飙升时未能对通胀采取行动，然后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收紧货币政策。特鲁多对于堕胎权的态度。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发誓要捍卫堕胎权，因为数十年来关于这个问题的斗争本周在加拿大南部邻国再次爆发。美国最高法院显然将推翻数十年来使全国程序合法化的裁决。周三，特鲁多告诉记者，女性的自由选择是她独自做出的选择。加拿大的每个女性都有权获得合法和安全的堕胎。周一，泄露的美国最高法院裁决草案显示，大多数大法官准备推翻1973年的保护堕胎权决定。周二，法院确认了泄露文件的真实性。特鲁多补充说，如果这些权利在加拿大面临被侵犯的风险，将考虑法律选择。加拿大最高法院在1988年的一项历史性裁决中将堕胎合法化。从表面上看，从那时起，堕胎就像其他任何形式一样成为一种医疗程序。但进入医疗系统的障碍依然存在，特别是对于居住在城市地区以外的人。加拿大最高法院不太可能很快将堕胎重新定为刑事犯罪。但是，如果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保护堕胎权的决定，这可能会鼓励反堕胎运动，并激发支持这一运动的活动家。中国为什么要进行压力测试？西方对俄罗斯大规模制裁的背景下，中国下令进行全面的压力测试，以研究类似情况对其经济的影响。一场广泛的演习在2月底和3月初开始，当时西方盟国对莫斯科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制裁。从银行监管到国际贸易等几个关键的中国政府机构被要求在西方对中国实施同样的压力时做出回应。
参与这次演习的人将俄罗斯如何应对作为中国自身政策反应的基础。假设如果中国被西方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将如何应对？这种压力测试涉及一系列方法，包括建立数据模型。过去几周，中国外交官也一直在与专家会面，以了解这场冲突的轨迹。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如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能够对莫斯科采取此类措施，他们也可以对中国做同样的事情。因此，中国需要知道自己到底有多任性。美国国务院前经济制裁顾问 Edward Fishman 表示，任何经济体，甚至中国，都无法免受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金融制裁。在西方金融体系之外，没有好的替代方案，这种情况可能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西方和中国之间经济冲突的未来范围，可能比最近几个月看到的西方针对俄罗斯的范围更窄。它将集中在争夺战略领域的杠杆上，例如前沿技术和下一代基础设施，而不是试图产生广泛的经济混乱。北京目前的演习可能是试图了解，如果在这场冲突过程中向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中国的短期成本会是多少？4月22日，中国财政部和央行官员与包括汇丰银行在内的国内外银行举行了会议，讨论如果美国及其西方盟国领导的俄罗斯式制裁也对中国实施的话，中国如何保护其海外的资产。北京领导曾越来越担心，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战略冲突可能不是是否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何时会发生的问题，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白宫考虑放宽中国商品关税以抑制通胀。知情人透露，赞成放宽对华关税的阵营中有美国财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他们赞成免掉一部分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国产品加征的进口关税。据知情人士说，另一个阵营是贸易代表戴奇和其他一些人，他们不愿意放弃对华关税的筹码，意图继续努力重塑中国的经济行为。拜登在这个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但最近重新审视了这个问题，因为白宫希望降低40年来的最高通胀率。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周二开始对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措施展开了法律要求的评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被要求研究2018年首次加征这些关税对经济产生的影响。通胀已成为拜登政府和民主党人的一个政治包袱，而白宫拥有掌管贸易政策的广泛权力，无需由两党势力势均力敌的国会采取行动。随着与美国和中国、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的贸易飙升，加拿大的进出口在3月份创下历史新高，贸易顺差从上个月的31亿加元顺差收窄至25亿加元，20亿美元。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3月份进口增长了 7.7%， 达到611亿加元。与此同时，出口当月增长 6.3%， 达到636亿加元，超过了2月份创下的纪录。以原油为首的能源出口增长了近 13%， 达到创纪录的179亿加元，占出口总额的 28%。加拿大统计局表示，价格上涨是加拿大原油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而产量实际上有所下降。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出口反弹，因为加拿大3月份的产量受半导体短缺相关中断的影响较小。对加拿大化肥的需求飙升，这也是对乌克兰战争的回应，将钾肥出口推高至创纪录水平。在石油和乘用车的带动下，与美国的贸易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因此，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3月份扩大到创纪录的126亿加元。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也连续第2个月大幅增长，增长了近 30%。加拿大人购买了更多中国制造的电脑和手机、工业机械和消费品。谢谢各位的观看，一波帮您追踪全球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关注并订阅，下期不见不散哦。